上车的时候可以踢下来的那个柱子，刮到我们脚。重点是就是装死至少要道歉啊！十字架，这就是基督堂，马六甲的360度观景台，比较像废墟的感觉。遗迹，对了，遗迹比较好听。转一边又是一堆人。郑和文物纪念馆，郑和下西洋，这边是西洋。好臭，好烫哦！不是一般人拿得起来。吃了那么多口，还有很多面跟米粉。它的，对，它的分量其实蛮大。它是一个惊喜，它不止一只虾皮。各州的特色咖啡，就可以在这边一次都可以喝到。拉萨非常有名，方便，它会给你 QR code， 然后你就自己连上去扫一扫就可以了。像这样的，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拉萨，一定要吃的。对。也有这种早餐也有，对，想怀念也可以，也有这种轻食。然后还有它的咖啡，有人说它的咖啡其实蛮好喝的，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比较不是那么懂咖啡，所以可能很了解的人可以来喝喝看。各种饮料。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啊，它还会有非常多客制化的选项。像面有2种，那我想要综合面。好，所以这个综合，对。然后底下它就有问很多问题，像是你可以加蛋啊，或说不要面啊，对，不要洋葱啊等等的，跟我们台湾的一些还可以说重口味更重。对对，那我们应该就选正常，就不调整这样。大碗呢？对，我们的拉萨还有绿咖喱拉萨都上来了，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它摆的很美，摆盘方式，你看，然后这旁边是豆皮，然后有半颗水煮蛋、鱼丸，有豆腐，好像很好吃哦，是吸饱了这个汤汁，然后这边还放上辣椒跟，感觉是一点点。它很香，它磨碎，它这个是我们知道的那个香料，但我想不出来名字。这类似柠檬草吗？好像有点像。有点类似。它豆芽的，这个肥豆芽很好吃，软中带一点点硬，比较偏软的类型。可是它的调味我觉得算是蛮香的，它这个拉萨汤味，来喝一口。感觉椰奶蛮多的。对，没错，椰奶算是蛮厚实的，比较走那种不辣的路线。我觉得啊，它这家呢，拉萨其实走一种很像酱汁的感觉，我觉得香料味是蛮跳出来的。最大一个差别就是它没有那个哈，就少了那个很强烈的鲜味，好像哈士奇的哈，少了那个哈味。然后这个面团也是比平常我们吃的那种透明的再硬一些，日本的沾面的感受。对对对，但整个调味喜欢吃拉萨还是会喜欢这个汤底。因为它的基本的灵魂还是在大豆皮。其实想到绿咖喱是不是都会比较觉得是泰式食物？但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我觉得就是想吃的什么东西就是试试看的。绿咖喱拉萨，他放错了，他可能把我的这才放到混合的。哦，真的。另外一个东西是米线。哦。小时候都会吃巷口有一根，以前都是跟着妈妈点有一根米粉，然后有一天呢，我们就想尝试吃面，所以就问老板，然后他就帮我们半球米粉半球面，也就是我们家就会点米粉面，这个传承下来，对对对，然后长大了之后，有时候还是想吃米粉面，可是因为已经长大，不好意思点米粉面吗？对，现在这的确是一个米粉面装，所以我很想吃，先来吃了，不管你，它那个柠檬叶的味道还蛮强烈的，一吃进去我就先感受到，而且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就是我的绿咖喱是比你的拉萨辣的，有辣味哦。躺在那边一条红的是不是就辣？对，我觉得它绿咖喱蛮好吃的，因为它这些蔬菜啊，都是有煮到一个可食用的软度，对，然后也有入味，不会说过生，那刚刚好，还包有一点它的新鲜，对，你还是吃得到那个蔬菜的口感。它有很多秋葵跟长豆，然后辣椒好像很久，还以为是秋葵，
蛮辣的，伪装的。而且他们躺在一起，不止一根辣椒，就是它的子子孙孙全部在里面。对，它的辣力整个渲染。热汤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呛到的那种。然后它一样有颗半熟蛋，不是讲错了，半颗的蛋熟蛋，半颗的熟蛋，半颗的全熟蛋，自己发明这个缩写。那它汤的确看起来反而比较清。这些店员很可爱，他会随着音乐一起唱。因为我刚才讲到什么，好像听到一些立体声。马来西亚的员工有的时候普遍好像再更开心一点。也许是我们挑的店真的是有人气比较舒服。对啊，我觉得有，他们的满意度比较高。我觉得没有冷气的店，通常他们可能生意也很好，就会很忙碌，那忙碌就会更热，所以员工感觉会比较辛苦一点。但是只要来有冷气的店，我发现员工就是有空闲的时候，他都会带一种笑容，然后有点欢乐。好饿哦！不要再吃，感觉又要把我这一碗都请你收回。没收。有喜欢做户外的，也有户外选择。对，它户外也是有别的设计感，比较有风情啊。但就比较热一点，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想要拍完美照呢，还是想要舒适的用餐。好，那就这样咯。你看到我后面那个写什么了吗？古城鸡饭粒，古城鸡饭粒，重点是鸡饭粒这个东西算是马六甲特殊就料理食物的方式，就是他把饭捏成一球一球的，因为他们说古时候是为了要带便当，所以那一球一球的就很好携带。那它配的其实就是像海南鸡饭的鸡，它鸡会包在那个饭里面。没有，它还是分开的。如果你现在去一家店点鸡饭粒的话，它就会给你一盘鸡，然后还有一盘饭，饭就是变一球一球的，这算是马六甲的特色，很多人也会来吃。这一球一球很圆呢，它的那个米饭都已经没有被震碎了，没有颗粒了。会以为是什么团子，但是它其实是米饭。在机场街你会看到超多家卖鸡饭粒的店，你就可以选一家自己喜欢的。其实马六甲就是会有感受到一个比较悠闲观光的气氛，可以看到很多游客啊，就会很自在在这边逛。这一条就是机场街了，你会想喝吗？是榴莲的 shake， 要小心。嘿。陶艺照是陶艺这个人。对啊。刚刚被脚踏车撞到脚。对，一个人他就是在那边弄脚踏车，然后就撞到我们。重点是他一撞到之后，他就立刻骑车逃走，这一点也太过分了。我有叫他，重点是他那时候就突然就加快骑走。他有看我们一眼。有啊，那里面有个大肌肉小孩，不对，他是成人博士，健美之父文化坊创办人马六甲先生。哦，这一家原本要吃这家的冰。哦，是不是也有人在看？特别休息日对，那他就是个特别休息日。那我们去吃另外一家。这一家也是有吃有喝的。为什么要选这家店呢？也跟大家说，因为这家店的风情很好，你看它的环境啊，然后音乐啊等等的。那它的食物可能不会是这里最美味的，但是它的这个风情，我觉得非常适合马六甲。在这家店，就是享受它这整个氛围，喝饮料、吃小点心就 OK。服务生都很好，会等你选好位置再送菜单给你。基本该有的像是拉萨啊，或是椰浆饭啊这种有，然后像凤梨炒饭这种，很显然就是比较观光感的这种实力也都有。然后你看还有用这种椰子盅，来装这个汤养的冬阴功汤的。对，所以就是它的风情是很好的，但是当然。你说食物的好吃程度，这可能大家自己见仁见智。然后它也有卖一些西式，像意大利面啊、披萨啊。我想要点个清凉的，看有没有什么椰奶啊？对，我正在帮你看，是有很多调酒，
我知道有一些那个来度假场放纵的人，很适合在这边多喝几杯调酒。难怪我们那间饭店要说自己是度假俱乐部。对啊，我觉得来马六甲应该就是要享受这种悠闲的，然后逛逛古城，喝点小饮料。观光客也会非常多，所以你不会觉得自己太受到关注，觉得自己比较奇怪一点啊。在这边你都可以很自在，大家就在老城区这边走动，啊，真的都很近，所以一次就可以逛完。巧克力来了，来到一个很像要喝酒的地方，就会点了冰巧克力。哦，就是我啊，我是一个幼童。一下喝的感觉降低好多。你知道我很会喝饮料，所以国小的时候还有国小同学去福利社买2瓶饮料要跟我比赛，然后看谁喝得快。哦，是哦。然后我都赢了。那喝饮料的诀窍是什么？就是你一直吞啊，可能是暂时憋气吧，就是不能你边吞又边呼吸。那你的这个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对，我的饮料是一个很可爱的饮料，我们其实算是很像甜点的感觉，因为有一个香草冰淇淋，这个是贝里斯奶酒，然后跟一杯浓咖啡。那我好丑。哪有？还好啦，前面一开始比较那个嘛，让它慢慢的飘起来。它咖啡是热的吗？热的，是热的。好，再倒奶酒。好像咖啡糖的那个味道。对，然后香甜香浓的这样子。是大人口味的冰淇淋。这确实是，因为这有酒哎，小朋友是不可以吃这个的。这家店蛮有特色的是，它在一个伴手礼店面。对，你就可以坐在伴手礼店吃买到的这个当地有名的小点。它一打开有那个很像粽叶的味道，因为它底下有这叶子，对，应该是跟粽子的叶子。它的叶子是不是大过那个杯子？它顶了一个墨西哥帽一样。是个小蘑菇。对。所以我这样，然后它用叶子，因为不然它就会整个散开。好烫哦，这个不是一般人拿得起来的。那你再放一下。超烫的，这个真的要放下。这一家它是已经做好了，所以它是从冷冻库直接拿出来。其实蛮好喝的，甜度很高，这应该有另外再加糖，椰香也是蛮浓的，有加一点椰奶吧，这边椰奶。那有没有椰糖的味道？没有。它这的确需要用叶子去保护这些椰丝，这应该也是椰糖嘛，所以这一道糕点就是一个椰子的各种椰子的聚集。它看起来像状元糕，但是它们原料应该是不同。闻起来会让人觉得蛮幸福，好椰啊！这种超乎我期待的好吃，这真的好南洋的点心哦。就是有经过是可以尝试一下，可以，而且也不贵啊，6块钱而已。有一个人说他是领队，拿了2包 A1 肉骨茶，跟老板说他在超市都买不到，在机场啊、超市都买不到。找不到，然后老板娘也说这也是他们特别抢来的，对，才抢到2箱，对，让我们觉得很惊讶，想说原来这是西式珍宝。我们之前有吃过，所以就不参与这个抢购，都在附近。鲁拉拉，然后还有这家三叔公。就在三叔公的对面，小心车包装起来一小碗的榴莲煎啊！对对对，我就是有看到那个三叔公，应该就是旅行团会放人的地方。我也觉得什么都有，对，又凉快。那你之前查的资讯很多都是三叔公，我那时候没特别查鲁拉拉，但是我刚看了就有点想逛一下。那三叔公因为它很有名，我们在这附近来看看，就一定也是会进来走一走，看看他卖的商品。番兰叶咖椰酱240克，马币10.3，配吐司，已经快要抢购一空了。这个配吐司什么都好吃，直接吃更好。以上纯属虚构，我们没有吃过啊。请勿相信，就是大家会买他们的胡椒粉、胡椒粒。这间是鲁拉拉伴手礼店，它有卖这个榴莲糕，新加坡也有的哦，跟三叔公一样，鲁拉拉也有很多自己包装的伴手礼。它好像比三叔公再更大一间，因为它还有2楼。我看到它已经有手扶梯了，但是三叔公的冷气比较凉，
哎，来看看，真的也没有 A1 肉骨茶，所以 A1 肉骨这是茶另一个 A1 的这是鸡汤。开胃汤不一样。实际来看，真的是没有 A1 肉骨茶哦。鸡翅珍宝现在缺货中。哦，这个不错哎，在这里是买得到。我大概几年前有到马来西亚短暂的工作，然后就带了这个冰城白咖喱面回去。是的，它好像是号称亚洲最好吃的泡面第1名哎，就好像之前曾经有某个排行榜。票这个就是河畔，网络上有些人说会有一些臭味，但我们实际来是不会臭的耶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没有。然后这河畔有很多咖啡厅、餐厅，大家都可以选选看喜欢哪一间，可以在这边坐着用餐。晚上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风情，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想要白天还是晚上来。然后旧机场街这边是非常观光的区域，所以也有很多在地人会说，你就过这条桥，过去之后就有很多更便宜好吃的小店，就是那种小摊贩，可以尝试看看。过了这个桥就来到了景点。游河的船，所以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搭，供大家参考。然后这边看起来有点像学校哦，这不是学校，这就是景点，这就是我们逛的景点。不是，我说人潮。你说这些人，对，应该是小朋友在校外教学或是毕业旅行。这毕竟也是个历史教育性质的地方。对啊，很不错哎，这个建筑看起来，还有那个小风车什么的。对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荷兰广场。那个有名的有个十字架，这就是基督堂。人力3轮车也算是他们这边的特色，还有一些地标式的打卡点。基督堂，他在敲钟了，只敲了2声，没有录到，就是上课钟的钟声。对，真的是上课钟的钟声。有当提醒你要上课哦。感觉要回去，还是那个世纪帝国在召回村民，就是那个是当当当当当当的很危急的感觉。后面这喷泉是维多利亚喷泉，每台车都有他们的设计，很多台。这一排3轮车已经被旅行团包车了，那他们来到这景点大概就是放风5分钟拍照，然后就开始3轮车行程。跟团的人可以参考一下。跟团也是有跟团的乐趣啊，有一种大家一起进行团体活动，有一点像小时候毕业旅行。对，一起坐香蕉船啊。可能比较不是属于自由行会游玩的类型，但反而因此有另外一个味道。对啊，会留下一些特殊记忆。我们今天应该是刚好遇到了几间不同学校的校外教学。对，然后你现在拍的这一栋，因为它是历史博物馆，所以可以理解学校就是会选择比较这样校区。有人力车在移动了，非常热情的音乐，很像花车游行。郑和文物纪念馆，不过我看它今天是大门深锁，然后郑和就是那个大家以前课本读到的郑和下西洋，这边是西洋。马六甲从以前就是很重要的贸易港口，像葡萄牙人啊、荷兰人他们都有去出航啊，所以才会一直出现在这些地方。所以娜美跟香吉士的头发才是金色的。作者有帮他们每个人已经定好国家，我记得娜美好像是瑞典那类的。真的啊！你现在拍的这个是文学博物馆。文学博物馆。我们以前租房子的地方有一条九曲花巷，还有一条地瓜街，还有一条鲑鱼路。你可以说说他们的由来吗？但是人家想听这个，就是要看这个圣保罗堂。后面这一根是马六甲的360度观景台，然后它是要门票费的哦，一个人的话大概是台币100多块，大概140几块左右，然后你就可以上去看风景，也是蛮多游客会选择的一个观光景点，跟大家讲一下。我以为是大家搭电梯上去，然后就在上面一直转，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以为它就是都在那么高，但是一直转，但没想到过了一下看它就消失了。所以它不只会这样子旋转，它还会上下移动，对，其实蛮有趣的，很像一个电梯。那天搭车有看到那个海盗船，对，在那边。这个是日本团，这个是一个热门景点，圣保罗堂，它
比较需要花力气爬上一个小山丘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圣保罗天主堂，然后还有俯瞰马六甲的风景，所以很多人都会来到这边拍照。而且风很凉哦，因为在比较高处。对，比较高，所以是比较凉快一些。现在是超热闹的一个时段，有很多旅行团都在这里。它其实现在剩下来的是比较像废墟的感觉。遗迹，对了，遗迹比较好听，废墟有一种是，哎呦，sorry， 很斑驳的墙面，是这样子的风格。太阳都超大的耶，这里倒是算凉的，因为这周围还是有树的，所以你还是稍微可以有树荫跟微风，让你觉得比较舒服。的确，它这里可能就非常适合拍婚纱，或是你想要拍完美照啊，就是一个可能要没有个人性的地方。对，你可能要自己找一个角落，或是趁用早一 AI 点修图把路人修掉。对，也是一种方式。我觉得这很像战神的一些场景哦，因为都是比较遗迹感的，对不对？不是那种对还很美丽的样子。它就是欧洲的这样天主堂的建筑，但是因为已经被毁坏过了，所以只留下它这个家徒四壁。所以这可以当游戏场景，然后大概就打爆那个石碑，就会有宝物可以拿，隐藏的东西在里头。然后要解谜，现在就要解说这个窗户，然后这个光射到哪里，然后就会出现什么东西。哦，就是你下一个出口的地方。对，然后这个楼梯就会去爬爬看，然后发现上面没有东西，就被骗，然后掉下来就摔死。这是许愿池吗？对，它现在的确被当成一个许愿池，哎，就是有很多的钱币在这里，但它应该以前不是许愿池吧？所以目前是像是许愿池。对，现在已经被作为这个用途存在。这边值得来看看。对啊，马六甲其实不大，景点都很近，稍微散散步这样子，就几乎都可以逛到。然后这个遗迹也不会很遗失，因为外面就有小摊贩，有人唱歌。我有时候蛮喜欢旅游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对那里的历史产生兴趣之后再去查，对，就会觉得跟自己很有关，对，才会有那个记忆的感觉。就像我去德国的时候，有去安妮的纪念馆。哦，那个真的很多人会很有感触。转一边又是一堆人，对，人潮会不定时的出现。看这样就是觉得我们能拍出刚刚那个画面也蛮厉害的，很厉害哦。可能别人来会想说，怎么有这个时刻？整体来说，这里还是不错的啦。这里整排其实都是娘惹屋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是传统屋。所以像在新加坡是保留了一些小区域，在马来西亚就是很大条，很常看到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的这家也是有当地的娘惹菜的一家咖啡厅。好凉哦。还不错哎，很有风景。对啊，还有个天井。对，里面都是属于别有洞天的类型。一进来，然后冷气也开的是蛮凉的。对，我觉得很有风情。它这应该是传统的老屋子。对，它3点开门，现在才几点？现在是3点50分，就开门不到1小时。对，已经很多客人在那。对，因为它是卖当地的娘惹菜，所以你也可以享受到比较有马来西亚、马六甲这边的风情的。看看菜单，看菜单。这乍喝下去有一点白色的阿华田。我记得我小时候会加美露，然后再加一个白色。其实小时候的记忆已经要忘记了。有一种版本是阿华田没有巧克力，但就是那个有一点阿华田味。对，它比较不是那种化工味很重的奶昔，也没有浓到就是你吸不动。它是果汁去打的，它毕竟是用酪梨去打的，所以还是水果。然后椰糖的成分，它大概也是先淋椰糖在外面，比较好看。这里的拉萨也有综合面哎，没想到我竟然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个这种吃法。对，它料一样有这个丸子、鱼丸，然后
油豆腐，还有半颗蛋，带上的巴西里佐料，还有的三八酱、黄瓜丝。发现这里的拉萨其实都是偏比较不辣的口味，把那个三八酱搅开之后，会稍微再增添多一点辣味。这家我觉得算是奶味比较淡一点，然后味道又在综合的，比较没有一个谁是主角的感觉。真的蛮像台式辣酱，就是咸咸的。也是拉萨口，拉萨有木者，我很喜欢他们家的那个，你说是巴西里那个香料味道，因为这汤稍微的确比较酱类，有个咸度，所以如果点米粉的话，会吸到比较多汤汁，会稍微略咸一点点。吃面可能比较适合。来吃看它的豆芽，比较深一点，但是我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像去越南的时候，你们没有办法接受生豆芽吗？对，还 OK。豆包是一个大豆包，超大的，豆包太阳的出生，这婴儿在里面嚎啕大哭。它的香料用量算是比早上那家再多一些，但我也很喜欢这香料，我就配米粉一起吃。哦，那你觉得它吃起来香料味有比较浓厚吗？没有可是渣流的比较多。对，我也觉得，因为我觉得以味道来说，倒是没有特别感觉到说非常多香料，但是有看到它们。就像我们的火锅一样，吃了那么多口，还有很多面跟米粉。它的对，它这分量其实蛮大，因为好像吃了很多口，它还有一大堆。对，但是吃得下的这个分量。应该是吃得完了，只是想说它比想象中多。等一下吃完如果还饿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吃个小金杯。还会饿吗？你那一坨还蛮大坨的。我可以吃完啊，我喜欢的味道。啊，你看我的这个。我觉得他们弄的也是都蛮漂亮的，然后上面它除了这个纸，它还在垫了一个叶子，我觉得有一种泰式的那种泰味感。下次翻车，然后我这个是有去壳的。看看这个炒米粉，它是一个惊喜，它不止一只下去，有2只。原来我来看看，但是很无聊，要特爆，就有点想到我们自己台湾的家乡味炒米粉的感觉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蛋皮，它弄得很美，是有用心去它把它慢慢煎薄薄的，然后卷起来。哇，不要跑！然后配上这个韭菜跟这个肉末，就蛮台的。所以本来看外观的时候会以为比较偏泰式，实际上吃口味是比较台式的。对。那我们刚刚菜单有2面，第一面其实比较是单人的，那翻面之后就是一道菜是2到4人，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像中华这种点法，就是点菜点菜一起喝。一碗炒米粉有4只虾哦，有4只哦。它是用椰子壳装的，是不是就觉得仪式感满分？是有牛肉，你看它是有帮你挖下来的哦，拿给你看。我感觉这个我一个人就可以吃1颗，会有3种口感，一种口感是这个玉米脆片的脆，然后另一个口感是这个椰子果肉，它也是有一点点带一点脆度的这个椰子。然后再来就是冰淇淋那种还会融化的口感，咸甜的味道，它就有一点类似麻婆糯米饭那种有椰奶的香味，但是又带一丝丝咸味，去提升它的气味。这个回看好像处在的靠近好像有一点味道，对，一点点，好像处在一个几乎要感受到风情，但好像又还。有时候又会消失，忽明忽灭的那个感觉，很闪烁，很像那个烛光，觉得好像有那个风情，然后突然间又变日光灯，好像又还好这样。那是不是跟台湾很像？很摇曳，对，有一点点，我觉得有一点点，就是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，好像开始有一点味道出来了，可能风向的关系，风有吹来的话，就会有一点味道。在河畔旁边有一个正和图书馆，对，可以进来吹吹冷气。冷气很凉。如果想看看相关的书，也可以在这边看。青蛙感觉好热哦。
那你讲话大声点。我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，这边是徒步区，走过来靠近英雄广场有这个小遗迹，对，小遗迹，自己取名小遗迹。然后有一些炮台，你看炮台对着英雄广场旁边的摊贩。这好像是什么法摩沙堡，对，也是剩下就是法摩沙堡啊？不是福尔摩沙，你想到不是，我们什么都没想到。我是说要大声一点，我就在这边重复。法摩沙堡。在法摩沙堡的旁边呢，有这个马六甲王朝皇宫博物馆，然后它是要门票费用的，进去也需要脱鞋，但是里面的冷气很凉。那它主要是介绍一些像马六甲王朝他们当时的衣服啊，然后还有可能场地呀、他们的室内的环境啊等等的。也不能太晚来哦，因为它博物馆类的也是比较早关门。博物馆通常大概就是5、6点前啦，因为我觉得它最好看的其实就是从外面这样看它的建筑。它深色系的，对，有一种庄严的感觉。应该是新厂粉刷。但如果我们没有要进去的话，这个时间来不错，因为就不会有人，就可以拍到无人的马六甲皇宫。那英雄广场听说就是已经疫情之后很多商家离开的一个购物中心哦，所以就变得比较萧条。对，但我不确定是这个黄色的还是旁边那个白色的。对，它总共有好几栋。它那整个徒步区走路就比较安全一点，不会有很多车。没错，就是车比较少，大概就是人力车、脚踏车这样。那这个海盗船，它其实不是一个船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那个高处看的海盗船。对。哦，那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看表演的场地。这个也是一个博物馆，这里非常多博物馆。对，然后它展示的是马来苏丹国早期历史的记录。里面感觉超暗的。这个就是听说很萧条的英雄广场。我光看1楼这样，我就有感受到似乎真的很萧条。然后它周围现在又有乌鸦在那边环绕着飞来飞去。它前面那个草皮很适合踢足球，很适合，或是野餐什么的。对面那一栋倒是还有一些 Uniqlo、海底捞。这一个黄色的这一栋好像比较正常，然后星巴克。亮的。这个白色。那这一栋已经有点可怕。但它里面还有写玩具反斗城啊。但是很褪色，这些外面的广告也好像放了非常久。这外面就是刚刚的草皮，里面其实没有外面看起来那么恐怖，还是有很多商家在营运的。主要呢有屈臣氏跟运动用品店，然后一些餐厅跟咖啡厅，空柜位也是不少。